Hello，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正确的使用一个 EA 的量化程序。我们这里就以这个 Supertrend 的交易策略来进行讲解，因为它不仅包含 EA， 而且它还有使用到一个第三方的指标。另外我说一下，如果你是要拿去进行模拟或者是做回测，那么你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不用联系我。每一个策略如果有使用到其他的指标，我都会加一个指标名称的指标名字的一个说明。只要是有这个指标名字字样的，那么大家下载的时候啊，最起码就要下载2个文件，一个是策略的 EA 文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指标文件。如果对于策略的了解有模糊的地方，大家还是可以去这些视频里面进行详细的看一下。好，我们这里就把这个 Supertrend 的 EA 下载下来。下载下来就是这样2个的压缩文件，然后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 MT5， 点击菜单栏的这个文件，点击打开数据文件夹，然后就自动打开了这个文件夹。这里我们点击 MQL5 Experts， 这个文件夹下就是我们所有的 EA 程序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我们要加载的这个 EA 就是后缀为 shell 的这个压缩文件，我们把它打开。打开之后把这个拉过来复制过来也可以。这样我们的 EA 程序就已经加载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MT5，在这个 EA 指标这里EA 交易这里我们进行刷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EA 程序了。具体的使用的话，不管是实盘还是模拟盘的使用，都可以进行这个双击，或者是把这个图表拉到把这个 EA 拉到我们这个图表上。拉过来之后，我们先把这个允许算法这个勾给它勾上。不勾的话，这个程序是没有权限去做真正的交易的不仅这里要勾上，还要把这个算法交易这个点成绿色，也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勾上之后，大家再来到这个输入的标签页，这里就是我们针对这个 EA 可以去自定义的一些设置大部分的 EA 我是没有直接在这里设定好默认参数的需要你们自己去进行把这个参数设置好。为什么我没有直接把这个参数给大家设定好呢？一方面是大家应该都懂得有些风险，另一方面是想让大家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是不管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 EA， 你是买的也好，送的也好，自己开发的也好，都要经过大量的测试历史回测、in-sample、out-of-sample 验证、模拟盘测试等等，并认为可以实现稳定盈利之后再去使用这个 EA。别人给了你一组参数你直接就拿来用，你怎么知道它这组参数它是怎么得出来的？万一它的参数都是过度拟合出来的呢？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回测和这个 ISOOS 验证，这很重要。好，我们说回来，当你把这些参数都设定好之后，比如说我这里举例大家不要直接拿这组参数去使用。你设定好之后，我们点击确认，正常来说这个 EA 就可以工作了。但是这个 EA 它给我们弹了一个框，弹了一个聚丙失败的提示。通常来说这就意味着这个 EA 还有一个指标它没有加载好，要么是这个路径错了，你放的路径错了，要么就是 EA 需要的指标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知道这个 EA 它是需要一个 Supertrend 的指标的所以它这里但是我们还没有加载，它就给我们提示了一个 SP 聚丙失败，就是指标实例化失败了。现在我们把指标也加载一下。指标的加载和 EA 的加载它其实是同样的大致都同样，只不过是它们对应的路径不一样。EA 的话是放在这个路径下，然后我们的指标是放在它上一级下的这个 indicators 是放在这里的我们还是同样的方式把它拉过来就可以了，这样它就加载好了。我们再次回到 MT5， 然后我们在指标这里刷新一下， EA 也刷新一下，看一下应该是出来了，在这里。好，我们再
装机一下，然后把所有的参数设定好，点击确认，然后我们看右上角这里就出现了我们 EA 的名称，还有它一个图标的一个字样。如果大家这里如果是灰色的话，那么可能是你没有把这个算法交易点开啊。你不点开的话，这里就是灰色的。我们把这个点开，这里就是一个蓝色的，代表正常工作。如果你是已经回测好了，并且很有信心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再去管它了，就把它挂上去就可以了，它就会自动的去进行这个交易了。另外，我这里再讲一下我们正常的回测是怎么做的啊？还是这里的专家，我们选择好我们要回测的这个 EA， 然后把交易品种写好，交易的时间周期我们就使用1小时就可以了。回测的时间我就回测2020年一整年就好了，那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然后时间这个力度的话，我这里选择1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很高频的交易啊，并且对于1小时的交易策略来说，1分钟的高开低收已经够用了。还有就是这里啊，这里如果你是平台自带的这个交易品种的话，就不用管了。如果不是的话，大家记得设定好你的交易的手续费。然后入金的话，我们这里就是用1万来测试500的杠杆，然后把参数都设定好。设定好之后，点击开始，可以进行回测了。如果大家也想看一下这个回测的时候这个检查一下交易情况的话，可以把这个可视化模式点开，然后点击开始。可视化模式就会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窗口啊，在这个窗口里面，我们可以去进行观察这些指标，观察这个 EA 有没有给我们做对啊，这些交易有没有出错，这里也可以进行这个回测速度的一个控制，包括这里的具体的每一单的情况都可以在这里显示。大家如果是做回测，并且已经很了解这个 EA 的话，其实可以不打开这个可视化模式，因为打开之后它的回测会慢一点，把它去掉的话，它的回测就快了很多。好，这就是 EA 的回测。如果是大家还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如何去做这个参数的选择，如何去做参数优化，选择什么样的参数去上实盘，如何避免 overfitting 过度拟合，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我这里的这个视频啊，看一下这个视频，相信大家看完是一定会有收获的。好，这就是 EA 和指标的具体使用。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大家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进行留言。好，谢谢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